好，我是小马。那转眼又到年底了，很多还没有被 SAA offer 心仪包包的朋友们又要着急了吧？那因为再不拿到包的话，过几天就要涨价了。那今天呢，小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爱马仕、Chanel、LV 等等奢侈品牌这几年的涨价情况，以及呢为什么经济环境这么不好，品牌价格却越涨越高？那到底是谁在买单呢？那老规矩，我们先说爱马仕。那爱马仕呢，每年都会有一次到多次的涨价。那尤其雷打不动的呢，就是每年的年末12月或者是年初1月时候的这次涨价。那今年的涨价呢，据说会从12月15日陆陆续续开始。那不同品类的涨价时间不同。那这次呢，皮具部门的涨价时间将在12月底。那所以呢，想要在这次涨价前拿包的朋友，那就赶快鞭策一下自己的 SA 吧。那爱马仕呢，每年大部分产品的涨价幅度基本都在5%到15%之间。那今年的这次据说会在6%到12%之间。但是呢，Mini Kelly 2代可不一定涨得这么温柔哦，因为它每次的涨价幅度总是会额外的高。那比如呢，去年年底涨价的时候，那一只布库斯皮的2代呢，价格就从78250元人民币涨到了96400元人民币，那涨价高达呢23.3%左右。那今年再涨呢，应该要破10万元大关了。那爱马仕呢，每年都涨价，难怪大家普遍都觉得它保值呢，因为它就连一双毛的拖鞋那都能每年涨1000多元。但其实它偶尔也会有一些商品出现降价的情况。那比如呢，去年小马就注意到有一些像瓷器的价格就被调低了。那算上即将到来的这次涨价，爱马仕今年已经涨了3次价了。那不仅爱马仕年年在涨价，那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的这3年，那 LV 呢已经涨价了10几次，一年甚至呢能涨5次。那 Chanel 呢3年涨了9次。那这3年间呢，爱马仕的涨价的幅度超过了30%，LV 的涨价的幅度超过了50%，而香奈儿的涨价幅度更大。那各品类呢平均涨幅40%，那其中呢个别的商品呢甚至达到60%。那现在呢，想要买一只 Chanel 经典的那个 CF 款的包，门槛已经直逼爱马仕了。那如果很早就了解过这只包的朋友，那应该还记得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它才不过14000人民币，但到了2019年，想要入手这只包，就得需要花费4万人民币。然后呢，去年就已经变成了需要6万起。而在今年最新的一次涨价后呢，它的身价直冲了8万。所以呢，算下来这只包在13年间的涨价477%，年平均的增长率高达14.4%。那真是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当年我们觉得高攀不起的包，只会让我们越来越高攀不起。那奢侈品呢，这样3天2头的涨价，那各大品牌给出来的理由都是说成本增加，但是在小马看来，这都是借口。那比如说爱马仕吧，由于品牌溢价高，所以它的利润是相当高的。那如果看爱马仕的年报，我们就能发现，爱马仕的核心原材料的成本只占了10%到20%，那剩下的70%左右基本上都是毛利润。那就算供应链成本增加了一些，通货膨胀了一些，也不至于要一年涨价3次来做这个平衡。那归根究底，无非是奢侈品品牌不敢向大众坦白的说，自己纯粹就是想加价卖，提高单品利润而已。那因为3年的疫情加上疫情后的经济下滑，导致各大品牌的销售量都大幅度下滑。那品牌卖的货少了，就想通过提高商品的单价来把利润补上。那有很多朋友呢，可能就感到不解，那经济都下滑了，奢侈品还涨价，岂不是更卖不出去了吗？那小马之前那期分析的叫做做二奢是不是真的好赚钱的视频中，跟大家讲过我的一些看法。那无论奢侈品这些年在中产阶级中有多么的受欢迎，那说到底呢，他们依然不是这些顶级品牌的核心客层。那核心客层只会是那些最顶端的富裕人群，品牌会把这部分人群称为 VIC，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客人。那因为呢，无论疫情还是经济下滑，那对于这些真正富裕的 VIC， 其实冲击力并没有那么的大。他们就算这几年少赚了一些，但也不影响他们把奢侈品当做日常用品一样大方的去消费。那就好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，就算是收入少了一点，也不会影响我在面条里加一个鸡蛋。同样，奢侈品就算价格翻了1倍，在 VIC 们的眼中，可能也就跟普通人看到鸡蛋从1元
涨到2元而已。那虽然呢，贵妇们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会随口吐槽2句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最近爱马仕又涨价了，但是依然不会影响他们该买就买，该配就配。那所以呢，奢侈品涨价并不影响品牌 VIC 的购买。那相反呢，涨价等于拉高了门槛，让很多对价位敏感的中产阶级放弃了购买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商品在市场上就显得更加的稀缺，更加的珍贵了。那自然呢，就更好的刺激了顶层的富人们购买的欲望。东西越稀有呢，那他们愿意付的钱也就更多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不理解，难道奢侈品品牌就这么甘心放弃中产阶级的客人吗？那毕竟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人数可是比富裕层要大得多。那没错，中产阶级的群体是庞大的，但是对于品牌来说，让 VIC 们花30万买一只包，比让价格敏感的中产阶级花10万买一只包还要容易得多。那尤其呢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，那中产阶级花钱就会更为的谨慎。那他们会觉得，与其花钱买奢侈品，那还不如投资房产呀，或者其他更能看得到收益的产品。那相比之下呢，富人不会去做这种选择。那奢侈享乐和稳健投资，富人全都要。而且根据一篇2022年中国高净值消费者洞察报告的显示当中，中国约有7000万左右的净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中产阶级的人群，但是近5年来，他们之中却只有大约6%的人在努力的频繁购买奢侈品。那可见呢，这部分人是非常少的。那相反呢，拥有1000万元以及以上净资产高的消费者，虽然只占了人口的3%，却为奢侈品贡献了82%的消费额。所以说呢，品牌何必为了留住中产阶级的芝麻利润，而不去从富人那里搬更大的西瓜呢？好了，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那面对爱马仕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涨价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评论区一起讨论吧。关注小马，我们下期见。